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音乐对一部电影有极度关键的影响。因为人类是视觉动物，90%以上的时间，我们均仰赖眼睛引导一天甚至一生的生活形态。也许你会说，废话，电影当然是用看的咯，但我却认为电影是用听的。试想一部你最喜爱的电影，拿掉音乐后，这部片会变得如何呢？如果铁达尼号的 Jack and Rose 在接吻时 My Heart Will Go On 这个主题曲被换成骑马舞 Gangnam Style， 那岂不成了一部闹剧？若不可能的任务追杀10分钟都没有音乐，这个打斗还能算精彩吗？又如果顽皮豹出场没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片头曲，我们还记得住这只豹吗？嗨，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电影配乐最重要的5种音乐之一——片头曲。大致上，当今的配乐家能分为3种等级。一般等级的配乐家在电影中能够扮演装饰、提醒和衬托的辅助功能。更高明的配乐家能够引出与隐喻情节。但配乐的第3种等级也是最高境界，就是音乐能在不喧宾夺主的范围内，同时拖出和剧情完全两面的发展，让观众的眼睛看的是1，导演的版本，心中却思索着2，音乐引导出来的另外一种版本。简单总言，一般等级的配乐家可以辅助剧情，高明一点的懂得利用音乐来主宰剧情，而更天才的配乐家可以超越剧情，让观众由听觉与视觉得到2个完全不同的版本。在一部电影中，建立第一印象的片头曲非常关键。所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片头曲要怎么听？它要表达什么？它要给观众什么印象？它要透露什么剧情？它该透露剧情的多少？这些答案都可以在片头曲中找到。许多上过我讲座的学生均回应，他们能渐渐在片头曲抓住剧情走向，厉害的甚至能从片头曲猜到结局。想听出结局，首先该自问，怎么样才能听出这部片的整体氛围呢？因为抓住了整体氛围，结局是悲是喜，就8、9不离10了。拿金奖电影《王者之声》举例，光片名就会让人觉得，这应该是一部关于皇室政治的电影。但问题是，假设你我都还没看过这部片，皇室的片可能是战争片、爱情片、宫斗剧、政治剧，有太多种可能。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知道是哪一种片呢？最容易分辨的方式是从音乐的调性推断。如果片头曲给你快乐、光明、愉悦、明亮的大调，那这部片极有可能会有 happy ending 哦。如果片头曲呈现出比较灰暗、低落、忧郁、磅礴的小调，那么这部片可能会以悲剧收场。当然，这不是100%适用。其实也有少数电影是音乐开始而欢喜结束，开低走高，或者欢喜开场以悲剧落幕，开高走低。但是按照常理，整部片的氛围能在调性中筛出绝大部分的几率。王者之声的片头曲由开朗愉悦的大调进场，虽然曾出现1厘米的小阴暗，但在光明的和弦节奏中，它也只有稍纵即逝的存在感。从删除法而言，这个片头曲绝对不是战争片或爱情悲剧，那我们就暂且归类它为正面片吧。第2道筛选的方式是听乐器，陆续用到整个管弦乐团的片头曲，我统称为 epic， 因为一听乐器与配置的大小，就能知道这是给间谍、科幻、动作或史诗战争片，例如《星际大战》、不可能的任务、全面启动、神鬼战士、007等。但是以单一乐器或单一乐器家族开场的片头曲，我简称为 solo， 它们大多数代表浓厚叙事性的剧情片，例如《辛德勒的名单》、
晋级的鼓手和许多未来我会深入讨论的金奖电影。而每个独奏乐器都有他们独特的个性哦。小提琴总是让人有比较惆怅或缅怀的感觉，例如辛德勒的名单。手风琴通常也具有忧郁与过去的特质，例如情妇与鲸。而电音大提琴在黑暗骑士、神力女超人则是一出场就制造出人类与科幻的对决感。而我听过最高明的开场乐器其实是一部打字机哦。在《赎罪》这部电影中，配乐家 Marianelli 用一部打字机打开了整部电影的个性。他更利用模仿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的第2乐章的节奏铺陈，也因此他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回到前面的例子，《王者之声》片头曲是以一个明亮活泼的钢琴出场，清脆简洁的旋律被微小优雅的弦乐团支撑着，而这种配乐手法几乎是莫扎特协奏曲的模式。Anyway， 评估过片头曲的调性与乐器的编制，又知道它的片名，就算你没读过剧情大纲或英国历史，应该也能猜出这部片会是喜剧吧？还是悲剧呢？很简单，我们来听片头曲如何出场。前面有提到，福尔摩斯蹑手蹑脚的开场音符露了馅，至此我们可以推断，主角也许会经过一大段光怪陆离的灾难打斗怪事衰人，但安啦，他死不了的，肯定是个 happy ending。因为光从片头曲那几个顽皮的音符，就感觉这片其实还挺逗趣的。被乐界推崇为史上最伟大的配乐大师，意大利国宝作曲家 Morricone， 尤其在《海上钢琴师》把细节发挥得淋漓尽致。《海上钢琴师》的开场和许多当时好莱坞当红大片的手法很不一样，美国人多半大手大脚，连配乐都倾向一次 all in， 全部一次给出来。那么《海上钢琴师》又是如何配乐的呢？由于《海上钢琴师》是部关于音乐家的电影，片中当然需要很多音乐，而聪明的 Morricone 发挥了由简化繁的功力。首先，长达170分钟的电影，他只想写一首曲子。看到这里，你会觉得，大师你也太懒惰了吧？而且怎么可能呢？没错，他就是可以，因为他是 Morricone。事实上，要用一曲来主宰整部电影，的确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通常一部电影至少会需要有2到3个不同的主题曲或动机来配出片头曲、片尾曲、主题曲、次主题曲、桥段音乐等整部电影的原创音乐。我们就把它想成做菜好了。如果今天某人对你说，我只靠酱油就能做出满汉全席，你会觉得他要不是天才，就是个疯子吧？但是 Morricone 就是有办法用酱油做出满汉全席。这首不可能的任务曲，它必须能够完整涵盖众多不同的场景，包括电影中2大钢琴家的 PK 赛，黑人的音乐 Soul Music， 代表大时代与海浪的管弦乐，晕船片段的华尔兹，众人起舞的意大利 Tarantella， 主角孤寂的夜曲等28种场景，当然还包括最关键的片头曲与翻转主角内心戏的主题曲。因此在反复看过电影与剧本角色后， Morricone 谱下了 Playing Love， 这首具有连贯动机的片头曲，也是本片的主题曲。更多关于 Morricone 的配乐精华，请看我另外一支影片《永恒难忘的爱情主题曲：新天堂乐园与海上钢琴师》。那么现在我们还是继续讨论片头曲的种类吧。什么是 Jingle 呢？ Jingle 的直译是叮当，就像圣诞歌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虽然我唱得不好，但其实这是广告专有用词，指的是有高辨识、高记忆度的广告配乐，让人一听就觉得不错哟，有叮当般 Jingle 般的响亮。同理，电影也需要 Jingle， 其实应该说电影才更需要 Jingle， 因为砸了这么多钱、人力与时间拍片，又不是来开慈善事业，大伙是要来抢钱，我说错了，是要来赚钱的。说到 Jingle 的旋律大师，
最快令我想到的就是配乐的祖师爷 John Williams 的音乐。从《星际大战》、《圣战骑兵》、《哈利波特》到《超人》、E.T. 等几乎一听片名就能朗朗上口他的片头曲或主题曲的这些电影配乐，全部都出自于 John Williams 之手哦。在2002年 John Williams 替《神鬼交锋》制作的配乐实在是太酷了。他以萨克斯风开场，有打击乐器与交响乐团衔接的片头曲，制造出60年代美国大都会的爵士感，再配合动画的黑影人物，简直像极了当年纽约麦迪逊大道的广告风格呢。《神鬼交锋》的片头曲其实也是主题曲哦。这种既是片头也是主题曲的手法，在 John Williams 的作品很常见到，因为只要有一段音乐不断反复重现，观众被勾到并对电影过耳不忘的几率就会更高了。当然，前面说过的海上钢琴师的 Morricone 以一条旋律贯穿整部电影，更是此诀窍的孤中翘楚。简单而言，非原创音乐就是已经存在的音乐，只要不是配乐家特别为这部电影原创的音乐，只要是别人写的，例如巴哈、披头士、Madonna、蔡依林、非洲儿歌或土耳其的传统舞，只要是已经存在了，那它就是非原创的音乐。为什么要用非原创音乐作为片头曲呢？有3个原因。第一，导演找不到更好的选择。第二，非原创音乐能呈现整部电影的核心思想，例如《黑天鹅》用到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芭蕾曲》，《玫瑰人生》则用到 Edith Piaf 的相送《Heaven Have Mercy》。用适当的非原创音乐，不但能够垫下电影的基调，也能暗喻剧情的走向。而第3个原因，也是最常见的原因，因为非原创音乐就是电影主角写的。只要是音乐传记型的电影，例如《玫瑰人生》、《阿玛迪斯》、《波西米亚狂想曲》、《永远的爱人》、《为你钟情》、《雷之心灵传奇》，都以主角本身的音乐创作开场。由于这些作品是主角们穷尽一生经历过所有的悲欢离合而产生的音乐结晶，因此用他们的非原创音乐当然是最恰当不过了。而在这些传记电影中，为电影量身打造的原创音乐还是有出现的机会，只是他们的几率大大减少许多。阿玛迪斯和《永远的爱人》就是100%从头到尾都使用非原创音乐。关于这2部电影，欢迎看我另外2部影集，电影中的莫扎特与电影中的贝多芬，你会听出不一样的结果哟。